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关于文化差异的相亲故事，说的是一位大陆姑娘和一位台湾小伙之间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两岸虽同根同源，但在婚恋观念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小雅，是一个来自大陆安徽农村的姑娘，今年27岁。小雅从小家境贫寒，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，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。她的童年可以说是在艰苦中度过的。记得小雅5岁那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垮了他们家的房子，一家人不得不寄居在亲戚家的破旧仓库里。那时候，小雅经常饿着肚子睡觉，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，冬天穿着开裂的布鞋，脚冻得通红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村里谁家要是能吃上一顿肉，那都是大事，邻居都会羡慕得不得了。小雅曾经这样跟我说起她的童年。小雅的父母都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农民，勤劳节俭，但也很固执。在他们的观念里，女孩子不用读太多书，早点嫁人才是正道。但小雅从小就与众不同，她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。初中时，小雅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，但父母却想让她辍学回家帮忙干农活。是她的班主任多次上门做思想工作，父母才勉强同意让她继续读书。高中毕业后，小雅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合肥一所还不错的大学，学的是会计专业。大学4年，小雅过得非常刻苦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，她白天上课，晚上在校外餐厅兼职。即使这样，她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在年级前列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拼，每天睡眠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，手上的皮肤因为长期浸泡在洗洁精里变得粗糙起皱。但我告诉自己，再苦再累也要坚持下去，只有这样才能离开那个让我窒息的小山村。小雅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大学毕业后，小雅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努力，成功应聘进了上海一家跨国公司，做财务工作。初到上海的日子并不好过，高昂的房租几乎吞噬了她一半的薪水。但小雅从不抱怨，依然保持着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工作几年后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职位一步步晋升，收入也随之增加。现在的她已经是公司财务部的主管，年薪超过30万，在上海买了一套小公寓，还有了自己的车。可以说，她用自己的双手实现了从农村女孩到都市白领的华丽转身。然而，事业上的成功并没有带给小雅完整的幸福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来自家庭的催婚压力越来越大。在中国农村，特别是像小雅家乡这样的地方，女孩子27岁还没结婚，已经算是大龄剩女了。我妈每次给我打电话，不是问我工作怎么样，而是问我找对象了没有。每次过年回家，7大姑8大姨都围着我问婚事，弄得我都不想回去了。小雅苦笑着对我说，为了应对家人的催婚，小雅尝试过各种相亲方式。相亲角、婚恋网站、朋友介绍，她都试过了，但总是无功而返。不是对方嫌她是农村出身，就是她觉得对方不够上进。几次失败的相亲经历，让小雅对婚姻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心理。她开始相信自己的婚姻应该有所保障。这种保障在她看来，除了爱情之外，还应该包括物质层面的安全感。毕竟她的童年太苦了，她不想自己的孩子再经历那样的生活。这种想法在很多从贫困环境中奋斗出来的女性中都很常见，我们不能简单的评判对错。去年夏天，通过一位在台湾工作的大学同学介绍，小雅认识了今天故事的男主角阿谦。阿谦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台湾男生，今年32岁，台中人，在台北一家科技公司担任技术总监，年收入约合人民币50多万。阿谦长相斯文，身高1.78米，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说话温柔有礼，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。初次视频聊天时，小雅就被阿谦的谈吐和风度所吸引。和他之前相亲遇到的那些大陆男生不同，阿谦说话温和，从不打断他的话，而且对他的个人经历表现出真诚的关注和尊重。我记得那次视频聊天，我们聊了整整3个小时，从工作聊到了家庭，从兴趣爱好聊到了人生规划。那种感觉就像遇到了知己，非常舒服。小雅回忆道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两人几乎每天都会视频通话，
聊天内容从简单的日常琐事到深入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无所不包。渐渐的，小雅对阿谦产生了好感。她觉得这个温柔有礼、事业有成的台湾男生，或许就是自己一直在寻找的那个人。阿谦也被小雅的坚强、独立和上进心所打动。在他看来，这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陆姑娘，有着令人钦佩的奋斗经历和坚韧性格。尤其是当他得知小雅不仅自己在上海立足，还每个月给家里寄钱，资助弟弟妹妹读书时，他对小雅的敬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。我从来没见过像她这样坚强的女生，明明自己也不容易，却还总是想着家人。这种传统的家庭观念，在现在的年轻人中真的很少见了。阿谦在和我的交流中这样评价小雅。随着交流的深入，两人的感情也在逐渐升温。终于，在认识半年后，阿谦决定飞到上海见小雅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，阿谦一下飞机就直奔小雅的公寓。见面的那一刻，两个人都有些紧张，但很快就在交谈中放松下来。阿谦送给小雅一条精致的珍珠项链，据说是台湾本地的特色工艺品，虽然不是很贵重，但小雅很喜欢。我觉得这条项链很适合你，简约而不失优雅，就像你一样。阿谦的话让小雅心里甜滋滋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雅带阿谦游览了上海的各个景点，两人一起逛外滩，爬东方明珠，逛城隍庙，还去了迪士尼乐园。在朝夕相处中，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。阿谦的绅士风度和体贴入微，让小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被尊重和珍视。他会主动为她拉椅子、开门，走路时总是习惯性地走在外侧，吃饭时会先给她盛饭夹菜。这些小细节都让小雅觉得很温暖。台湾男生真的和大陆男生不太一样，更加细心体贴，懂得照顾女生的感受。小雅这样评价阿谦，而阿谦则被小雅的独立、干练和在事业上的拼搏精神所折服。在他看来，小雅不仅有着东方女性的温柔体贴，还兼具现代职业女性的独立与能力，这种结合非常迷人。我在台湾认识的女生很多都过于独立，甚至有些强势。但小雅不一样，她虽然很独立，有自己的事业，但在感情中还保留着那种传统女性的温柔。阿谦对我说，短短1周的相处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。临别前的晚上，阿谦正式向小雅表白，希望能和她确定恋爱关系。小雅欣然同意了，两人就这样开始了跨海恋情。在接下来的半年里，两人通过视频保持着联系，阿谦还2次飞到上海看小雅。小雅也去台湾找过阿谦1次，每次见面都让两人的感情更加深厚。就在两人认识1周年之际，阿谦提出了一个让小雅既惊喜又忐忑的提议，他想正式提亲，见小雅的父母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稳定了，是时候让两家人见面，讨论一下未来的事情了。阿谦在视频电话里认真地说，小雅内心既喜悦又紧张。喜悦的是，阿谦终于要和自己更进一步了。紧张的是，他不知道父母会如何看待这段跨海恋情，尤其是当对象是一个台湾人时。在中国大陆，特别是小雅的老家安徽农村，人们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的电视剧里，认为台湾人都很有钱，生活水平比大陆高得多。虽然现在两岸经济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，但在一些农村地区，这种刻板印象依然存在。我爸妈虽然没什么文化，但脑子很活，他们肯定会觉得我找了个台湾男友，应该狠狠地捞一把。小雅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，小雅的担忧不无道理。在中国大陆，特别是一些传统地区，彩礼是结婚必不可少的环节。女方家庭通常会根据男方的经济实力要求一定数额的彩礼钱，这笔钱既是对女儿多年养育之恩的回报，也是对女儿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。不同地区的彩礼标准不一，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。在小雅的老家，普通家庭的彩礼大约在15万左右，而如果男方条件好一些，彩礼可能会更高。但小雅知道，在台湾婚礼习俗与大陆有很大不同。台湾人结婚通常不讲究彩礼，更重视的是过大礼的仪式感。所谓过大礼，就是男方带着聘礼上门提亲，但这些聘礼多为象征性的，价值并不高。这种婚俗上的差异让小雅感到为难，一方面她不想因为彩礼问题伤害与阿谦的感情，
另一方面，他又担心如果彩礼太低，会让自己在家人和亲戚面前丢脸。我们那边彩礼是面子问题，彩礼高就说明女孩子有价值，家人也有面子。彩礼低，亲戚们都会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说女孩子不值钱。小雅解释道。在犹豫再三后，小雅还是决定接受阿谦的提议，让他来见父母。她计划先和父母沟通好，让他们对彩礼的事情别太苛刻。就这样，在去年冬天，阿谦独自一人飞到了合肥，然后换乘高铁，来到了小雅的老家安徽南部的一个小县城。初次见面，阿谦给小雅的父母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他带了很多台湾特色的礼物，有茶叶、凤梨酥、台湾特产的零食等。虽然这些礼物在价值上并不算很高，但都是他精心挑选的，而且都是小雅父母平时接触不到的台湾特产。阿谦嘴巴很甜，一直叫我爸妈、叔叔、阿姨，态度特别恭敬。小雅回忆道，阿谦的礼貌谦逊给小雅的父母留下了深刻印象，尤其是在得知阿谦在台北有房有车，年收入超过50万人民币后，小雅的父母对这个未来女婿更是满意不已。但是就在相处融洽之际，彩礼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提了出来。小雅的父亲在一次晚饭后，单独把阿谦叫到一边，开始谈论正事。阿谦啊，你看你和小雅相处了这么久，两个人也算是情投意合。我们做父母的自然希望女儿能找个好归宿。不过呢，在我们这边结婚是要讲究一些规矩的，小雅父亲的话里有话。阿谦立刻明白了老人家的意思，他很快表示理解，叔叔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在台湾我们也有类似的习俗，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讲究了，但我个人还是很尊重传统的。请问您对彩礼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呢？小雅的父亲略微犹豫了一下，然后说，我们这边一般的彩礼是15万到20万。不过嘛，小雅是大学生，又在上海工作，条件比一般女孩子好。再加上你是台湾人，工作也那么好，我和他妈商量过了，彩礼定在30万吧。听到这个数字，阿谦脸上的表情微微凝固了一瞬，但他很快恢复了常态。我理解，叔叔，不过在我们那边，彩礼并不是很常见的习俗。我需要一点时间考虑一下，毕竟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小雅的父亲见阿谦没有立即拒绝，心里暗喜，以为有戏，便说，没关系，你考虑考虑也好。当晚，阿谦把这件事告诉了小雅。小雅听了之后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。阿谦，我其实知道在台湾不流行彩礼这一说，但在我们这边，特别是农村，彩礼真的是很重要的习俗。如果没有彩礼，亲戚们会说闲话，觉得我不值钱。小雅解释道。阿谦沉思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小雅，我理解这种文化差异，但30万真的有点超出我的预算了。我当然愿意尊重你们的传统，但这个数字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？小雅内心很纠结，一方面她知道阿谦说的有道理，另一方面她又不想让父母在亲戚面前失了面子。那你能接受多少？小雅问道。我想15万是我能接受的上限，毕竟我们结婚后还要考虑房子、家具等一系列开支。阿谦认真地说。小雅点了点头，表示会和父母商量，但她心里清楚，父母是不会轻易降低彩礼要求的。果然，当小雅把阿谦的想法告诉父母时，父母立刻表现出了不满。15万，那是普通人家的彩礼，他可是台湾人啊，怎么可能只出15万？这不是看不起我们吗？小雅的母亲激动地说。就是啊，我听说隔壁村那个嫁到台湾的彩礼就要了50万呢。小雅的父亲也附和道。小雅试图解释台湾和大陆的文化差异，但父母始终不为所动。在他们看来，阿谦来自台湾，经济条件好，彩礼就应该比普通人高。我看啊，这个台湾女婿可能没你说的那么好。小雅的父亲下了结论。小雅心里很难受，她知道父母是因为长期的贫困生活，对金钱有着本能的渴望，但她也理解阿谦的立场。在台湾人的观念里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不应该让家庭背负太大的经济压力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小雅一直在父母和阿谦之间左右为难。最终，在小雅的再三恳求下，父母勉强同意将彩礼降到25万。这已经是最低限度了，再低我们在亲戚面前真的抬不起头来。小雅的母亲说，
小雅把这个让步告诉了阿谦，心里忐忑不安。她不知道阿谦会不会因为这个彩礼问题而对她改变看法。阿谦听了之后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语气平静地说：小雅，我很爱你，也很尊重你的家人，但我必须坦白，这个数字对我来说还是太高了。我愿意支付20万，但这已经是我的极限了。小雅听出了阿谦语气中的坚决，心里更加不安。虽然只差5万，但她知道对父母来说，这5万元象征的不仅仅是金钱，更是面子和尊严。在这种两难的境地下，小雅突然起了一个主意，她决定自己补上这5万元的差额。这样吧，阿谦，你出20万，剩下的5万我来想办法。我不会让你为难的，小雅提议道。阿谦听了这个提议，眉头微皱。小雅，我不希望你为难。如果你父母坚持要25万，我可以再考虑一下。但我希望你明白，在我的文化中，结婚是2个人的事，不应该给家庭带来太大的经济负担。小雅点了点头，但心里更加忧虑。她知道阿谦虽然嘴上这么说，但心里可能已经对他的家庭产生了一些看法。正当2人陷入僵局时，小雅的母亲突然找到了小雅，神秘兮兮地说：女儿啊，妈妈刚才和你阿姨通了电话。她说阿谦来自台湾，肯定很有钱。如果你真心喜欢他，就该趁这个机会多要点彩礼。等结婚后，你们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？到时候彩礼钱不还是你们的？小雅听了这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知道母亲这是在教她套路阿谦，但她又不忍心直接拒绝母亲的好意。妈，阿谦真的没你想的那么有钱。他虽然在台北有房有车，但那都是贷款买的，每个月还要还贷款呢。小雅试图解释，那怎么可能？他可是台湾人啊。台湾那么发达，他又是什么技术总监，怎么可能没钱？你这孩子太单纯了。小雅的母亲不信，在母亲的一再怂恿下，小雅感到无比为难。她不想伤害阿谦，但又不想让父母失望。在这种内心冲突下，小雅做了一个她日后深深后悔的决定。她决定试探阿谦的诚意。第二天，小雅找到阿谦，故作淡定地说：阿谦，我和父母商量过了，他们认为既然你真心喜欢我，想要娶我，就应该表现出足够的诚意，所以彩礼他们希望能定在35万。听到这个数字，阿谦的表情明显变了。他深深地看了小雅一眼，然后说：小雅，我以为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。从25万又涨到了35万，这是为什么？小雅心虚地避开阿谦的目光，编造了一个借口：我也不想的，但我阿姨说，他们村前段时间有个姑娘嫁到台湾，彩礼都要了40万。我爸妈听了之后就觉得35万已经很低了。阿谦听了这话，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他用一种小雅从未听过的冷静语气说：小雅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婚姻的，但在我的理解中，婚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、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的。如果一开始就把金钱看得如此重要，那我不确定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。小雅被阿谦的话刺痛了，急忙辩解：阿谦，不是的，我没有把金钱看得那么重要，我只是不想让父母在亲戚面前没面子。如果你真的这么想，那为什么不坚持你的立场，而是一再配合你父母提高彩礼的要求？阿谦反问道。小雅被阿谦的话问住了，一时语塞。她心里清楚，自己确实做错了，不该听信母亲的话去考验阿谦的诚意。阿谦见小雅沉默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说：小雅，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冷静一下。我明天就回台北，等你和家人想清楚了再联系我吧。说完，阿谦转身离开了小雅家，独自一人回到了县城的宾馆。那一晚，小雅辗转反侧，无法入睡。她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，可能会因此失去一个真心爱她的人。第二天一早，小雅急匆匆地赶到阿谦住的宾馆，却被告知阿谦已经退房了。她连忙打电话给阿谦，电话接通了，但阿谦的语气明显很冷淡。阿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昨天的事是我不对，我不该那样做。小雅声音哽咽地说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阿谦淡淡地说：小雅，我不是因为彩礼数目而生气，而是因为你的态度，我感觉你把我当成了提款机，而不是未来的伴侣，这让我很失望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小雅急忙解释，
我只是被家人影响了，一时糊涂。阿谦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现在在前往机场的路上，需要时间好好想想。阿谦的声音依然很冷静、小雅。我希望你也能好好思考一下，我们之间的问题不仅仅是彩礼，还有价值观的差异。挂了电话，小雅瘫坐在地上，泪如雨下。她意识到自己可能就这样失去了阿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雅不断给阿谦发信息、打电话，但阿谦要么简短回复，要么根本不回。小雅感到无比懊悔和焦虑。我当时真的是太傻了，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去考验阿谦？他对我那么好，那么尊重我，我却用这种方式伤害了他。小雅对我说，雷再次涌出。在经历了1周的痛苦反思后，小雅做了一个决定，她要飞到台北，亲自向阿谦道歉。我必须让他知道，我爱的是他这个人，而不是他的钱，小雅坚定地说。就这样，小雅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独自一人买了机票飞到了台北。她提前联系了那位在台湾工作的大学同学，借住在他家里。到了台北后，小雅给阿谦发了消息，希望能见面谈谈。令他惊喜的是，阿谦同意了。我在你公司楼下等你下班，小雅在消息中写道。傍晚时分，小雅早早地来到了阿谦公司楼下。大概过了半小时，阿谦从大楼里走了出来。看到小雅的那一刻，他明显愣了一下，但很快恢复了平静。你怎么来了？阿谦问道，语气比电话里温和了一些。我想当面向你道歉，也想让你知道我的真心。小雅直视着阿谦的眼睛，认真地说。阿谦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点点头，找个地方坐下聊吧。两人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咖啡店，落座后，小雅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阿谦，我真的很抱歉。那天的事是我的错，我不该听信家人的话去考验你。我知道这样做很伤人，也很不尊重你。但我希望你能相信，我爱的是你这个人，而不是你的钱。阿谦静静地听着，表情渐渐柔和下来。他叹了口气说，小雅，我知道你不是那种物质的人，但那天的事情确实让我很受伤。我感觉你家人对我的态度，只是把我当成了一个有钱的台湾人，而不是真心接纳我这个人。我明白，小雅点点头。我爸妈他们是农村人，观念有些落后。他们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，觉得台湾人都很有钱。但我不是他们，我知道现在两岸经济差距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大了。不只是经济差距的问题，阿谦认真地说，更重要的是价值观。在台湾，我们注重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未来生活，而不是多少彩礼、多少嫁妆。我当时感觉你们家把婚姻看成了一笔交易，这让我很失望。小雅听了，眼泪又流了下来。对不起，阿谦，我当时太软弱了，没能坚持自己的立场。我应该更勇敢一点，告诉父母我的想法，而不是一味地顺从他们。看到小雅真诚的道歉和反思，阿谦的心软了下来。他伸手握住小雅的手，轻声说，我也有错。我应该更理解你的处境，理解你作为女儿的难处。两岸文化确实有差异，我们需要互相包容和理解。在接下来的交谈中，两人敞开心扉，谈了很多。小雅告诉阿谦，她已经和父母进行了长谈，让他们明白了自己的想法。而阿谦则表示，他愿意尊重一些合理的传统习俗，但前提是这些习俗不应该成为感情的障碍。其实彩礼本身并不是问题，阿谦说，问题是把彩礼看成衡量一个人诚意的标准。真正的诚意应该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，体现在对伴侣的尊重和关爱上。小雅频频点头，完全认同阿谦的观点。就这样，经过一番深入交流，两人的误会终于消除了。阿谦不仅原谅了小雅，还带她参观了自己在台北的住所，一套70平米的小公寓。看，这就是我的家，不大，但住2个人足够了，阿谦说。小雅环顾四周，公寓虽然不大，但布置得很温馨。窗外是台北的夜景，灯火阑珊，美不胜收。这一刻，小雅突然明白了，真正的幸福不在于多少彩礼、多大房子，而在于有一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的人陪伴在身边。阿谦，谢谢你原谅我。我保证，以后不会再因为这些事情伤害你的感情。小雅真诚地说。阿谦笑了笑，轻轻抱住了小雅。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立场。
以后无论遇到什么问题，我们都要一起面对，好吗？小雅用力地点了点头。在台北待了3天后，小雅回到了上海。她立即给父母打了电话，告诉他们自己和阿谦和好了，但也明确表示，彩礼的事情要按照她和阿谦商量的方式来做。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但婚姻是我和阿谦2个人的事，我们有权决定如何安排我们的生活。小雅坚定地说。父母听了，虽然有些不情愿，但看到女儿态度如此坚决，也只好同意了。只要你幸福，怎么样都行，小雅的母亲最终说道。几个月后，阿谦正式向小雅求婚，小雅欣然接受，2人决定在当年年底结婚。关于彩礼，阿谦和小雅达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，阿谦出20万元作为彩礼，但这笔钱并不全部给小雅的父母，而是分成2部分，10万元给父母，作为对他们养育之恩的感谢，另外10万元存入小雅名下的账户，作为2人未来生活的储备金。这样既尊重了传统，又考虑到了我们自己的未来，阿谦说。小雅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，父母在小雅的坚持下也最终接受了这个方案。婚礼如期举行，2家人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喜结连理。婚礼虽然不算奢华，但处处体现着2人的用心和对彼此的尊重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我是丽姐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